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来，小心小心！罗然，罗然，怎么？把门关上。小老板娘。 小老娘，哎，我在后面看到，我控制不住他。这么恶心！我去！罗然，死了。 哎，刀抽不死他，得找其他工具。我去拿家伙。被困于黑暗黑昼太重，追寻光明把我穿透，尽管把我卷入漩涡，我必定会用你来拉住我。 然而岁月里，总有些并肩是。长风马，快开门！小心！又没来了！我烧死你！给。烧死了。 算了，我开盖了啊！这是个什么？这是古文字，刀子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。若你还是。 张大水啊！去拿水。好。你在？我来了。又怕什么？ 不是，妹妹，你给说说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还有楼上那女孩，她那牛劲儿能把我直接从那铁门里拉进去。我也是，是人吗？还罗刃，那家伙到底干嘛的呀？他那飞刀，唰！我现在感觉这跟鬼屋似的。那老伯给咱吃的是羊肉吧？那我也吃了。 刚刚谢谢你们，娉婷应该没事了，就是有点伤口，医生应该处理了。木丹，你刚刚没受伤吧？行了，东西困这儿了，娉婷也脱险了，也没有什么事儿了。收拾东西吧，回利息。走。
坐飞机回来。帮我看一下，谢谢。我们俩看着。刀还你，刚刚谢谢了。不用了，本来就是你的，我拿着又没有什么用。我没跟你说，是因为我如果和你说了，你一定会反对。平婷是我妹妹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受罪。我想着心姐上身之后，不会立刻起作用，而且我的意志力比平婷要强，心姐没那么容易控制我。怎么这么爱哭啊？我哭是有道理的。你这么做太草率，太不计后果了。人死后心姐离体，那是神棍的假设，你凭什么拿你和娉婷2个人的性命去赌？万一娉婷她……我知道，是我的问题。还有，你哪儿来的自信？你不会被控制？万一你被控制了，那你的杀伤力比娉婷大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反正作为朋友，我必须得跟你说，你今天的这种行为，你这种对生命的草率的态度是非常的……对不起，非常不对的。我知道，今天这个事情确实是我的问题，责任在我。能不能晚2天再走啊？虽然心姐遇水之后已经被困住了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总是不安心。晚点儿，我们再给神棍打个电话，问问他的意见。那不生气了，13000还在下面呢，帮我看着心姐。这个事情，我欠他们一个解释。别收了哈。真有心姐，你们先消化一会儿吧。消化一会儿，是不是有什么深意啊？啊，羊肉。都知道啦。啊，那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没什么想说的。那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认识一个男生，然后，他们俩是普通关系哦。这个男生跟他聊着聊着天，突然这样摸了一下他的头发。你们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是不是你那朋友头上有什么脏东西、头皮屑啥的给糊了下来？没有没有，我印象中都没有。无中生有，罗仁摸你头发了。啊？他说的一个朋友给他发信，说头发干嘛呀？这是。我也知道，我这么说你们肯定以为是我，但是确实是我朋友。得了吧，编瞎话也请尊重一下彼此的智商。我从你的面色和你的表情就能看出来这一切了。那傻子才信你呢，就是罗仁。
怕吗？揍他！揍他！揍他，我就收你当徒弟。我去！师傅，啊，可以理解是吧？我这是百事心切嘛，闹着玩呢啊！你自己那点体重你不知道是吧？啊，你下手也太黑了点。得，你也没饶了我，你瞧你给我挠的啊！这，你看我能破你的防就不错了。到位了啊！好了啊，说话都正常了。牡丹，我玩什么呢？要记录吗？对，您这是要？沈先生实时连线。你死了？你觉得他如果真的要出来，保鲜膜有用吗？你说的对，也是啊。你们刚才没看见上面闪了一条光线吗？你可别吓我是不是什么影子呀？啊！我真看见了，不会是影子？我去看看。哎，我没看明白，这是什么光啊？摄影机里看不到光。这一次跟上一次还不一样，一笔一画的，像幅图。这图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啊？我去拿笔。哎，画好了。这个终于搞完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画的怎么样啊？你这玩意儿画一宿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是盲画，那灯都关了，我纸都看不见，能画成这效果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3只鸡吗？这狼？更像是狗啊！那鸡和狗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已经很明显了，这新建让咱们给擒住了，他心里有恨呢。这玩意儿多歹！咱们3男1女，他画3鸡1狗，什么意思？这骂我们的吗？能吗？骂咱们一宿，不至于吧？4K， 高清观感，还防弹玻璃，水温可控，监控可连接，蓝牙。我的妈！你是要给新简住豪宅啊？关键是结实。虽然新简入水后就老实了，但是是不是真的老实，能老实多久都是个未知数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行，我帮你多少钱问问他啊。哎，肖老板娘，哎呦我天！那张叔问你什么时候回去，他要发飙了都。明后天吧，看看哪天机票合算。哎，他说明后天，看哪天机票核算。哎，新家呀？没意思，刚刚。这新姐还挺好。哎，没有花钱的不是。明天要走啊？事情都差不多了，偏走。你也挺忙的，你就先回去吧。这样啊？哎，要不明天我请大家中午吃饭吧？这一阵子多亏了你们才能解决事情。嗨，今儿可惜没能带你们四处逛逛啊。哎，这样吧，晚上要不要去沙漠？有篝火晚会，还能骑骆驼。太好了，我喜欢沙漠骆驼，我也喜欢。是不是？你喜欢沙漠骆驼？那骆驼非常妖娆婀娜的。走，
曹兄，你不喜欢骆驼？凭什么呀？我问你，骆驼有几只眼睛啊？俩呀，有几个驼峰啊？俩呀，几个鼻孔？俩呀，几个人坐？我不喜欢骆驼，我恨骆驼。啊，没事儿，那他俩都不想去，那咱们还去吗？那你想去吗？现在这样真好呀！欣姐的事情结束之后，整个人都轻松多了，算是结束了吧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娉婷好起来，比其他的都重要。欣姐是什么，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所以，在我们这里，应该算是了了吧。下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想开车送你们回去的，但医生告诉我，娉婷要尽快去大医院治疗。没关系了，娉婷的事儿更重要了。牡丹，我们算是很好的朋友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的。那既然是很好的朋友，马上要分别了，我当然会有一点不舍了。分别之后，10年8年的，不会再见面也有可能啊。你刚才都说了，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，还说的那么轻松。不是我什么时候说不会再见面了？我说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见面。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。那你还想见我？你想见我吗？我想。那我也想吧。你这还分情况啊？要是我不想呢？那我也不想，别人都不想，我干嘛还要想？医生告诉我，娉婷在小山河得不到很好的疗养，要去南方才行。当时他一说，我就想到了利息。你知道的，我在利息租了套房子，在考虑要不要续租。但是又怕招人烦，怕被说什么罗任你怎么又来了？不过现在好了，既然大家都想见面，就麻烦小老板娘帮我照看一下房子，等娉婷去完医院，我们一起过去，好吗？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抽空帮你照看一下吧。为什么幻象会显示祠堂的屋角呢？
那地方在桂地合浦五竹村，也就是我的老家。村里人世代采竹，就是下水摸蚌、开间竹。祠堂里供奉着水神爷，脚旗上有一排仙人指路的神兽。其实，在小山河第一次让我画水影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水影上看见幻象。当时我画完了，我才意识到那是仙人指路，我太震惊了，所以我就没有说。我也没有想到，后来你们也陆陆续续的看到了跟我一样的东西。水影是水影，幻象是幻象。你怎么能确定你们村的仙人指就是我们要找的？因为最后那个行石就是我砸的，那双抓走行石的手也就是我的。怎么不早说？因为我不想说那鬼地方。五竹村有地方就好办了，我搜一下。那村子太小，地图上搜不到的。我可以带你去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保证我的安全。好。那事儿哥们吧？123没来，啊？就我伺候您，啊，受委屈啊啊！什么事儿啊？这家那回事？小罗哥把13000带走，活多活少搁一边，这太冷清了。我这人还就喜欢热闹，亏了我妹妹小师傅陪着我，不然这得怎么弄？人生感觉都没有意义。人生本来就没意义。您来点什么？有了。那个坐会儿行，但我们这儿是那个消费区，是吧？你扔这儿得了。木代在吗？你认识木代？跟他说大师兄过来了。谁？你挺好的。那让我师傅给收拾的。哎呦，家法伺候，现在还没好呢，手腿都断了。这接上了，囫囵个的呀！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不是，没有，我就大师兄。哎，全虚全影。哎呀天哪！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你进去坐。哎，你换发型了。不喜欢洗头吗？你不是说要让我给你找工作吗？啊，找着啦。找着了，跟我去面试去，走。哎呀，去哪儿面试啊？花城。花城，那我得收拾行李我。不收拾了，就30公里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也是哈。啊，那你跟张叔说一下，我跟我大师兄走了。姓什么？曹。小曹。哎。辛苦你照顾木代啊，生活还是有意义的。您说了算。快给我零钱包拿过来。哦，快点，车快开了。来了，快！来吧。哎，我跟他说两句。这是医学的奇迹呀！哇，好大的排场啊！房子再豪宅有什么用？不都是土烧砖砌？大师兄，干保镖我行吗？行啊，你是我师妹，有什么不行的？那面试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呀？什么都不需要注意，你什么样的人就表现什么样。哦，千万别装也别演。他们在挑你，也是你在挑他们。反正不爽，转身走人，甭含糊。还有啊，做人嘛，总得尊重一下自己。对，去看看吧。
哎，老严头，我们到了。等会儿啊，师妹。玉茹，别说你别演。喂，你好。木队是吧？看到你前面的石桌了吗？啊，看到了。哦。石桌面上有字儿，念出来。珠玉宝石，受月华，不受寸土掩盖。打得漂亮！师妹啊，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下手轻一点，你再给人呛着。你好。你好，有个人向我推荐的你们门派。红纱他一个人从来没出过远门，我就想给他找个女娃陪着他走一趟，最多4、5天，这一路上吃穿用度全包，酬劳2万，定金1万。大师兄，下血本啊？是实际的情况，还可以再加。那这一趟是去哪儿啊？具体做什么呢？红纱，说给他听。我们家是采宝的，听没听过？这宝呢，指的就是珠宝玉石，这些都是无价之宝。那无价之宝我们能采吗？你这人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啊？想开采矿藏里的宝石，也都用设备的，那么费劲的东西，我们是不采的。还记不记得石桌上那句话？什么呀？不受寸土掩盖。珠宝玉石，受月华，不受寸土掩盖。我们只采这种不受寸土掩盖的。那不受寸土掩盖还等着你去取啊？那早被人扒拉走了。外行就是外行哈，你们是不是都以为珠宝玉石是不灵不灵自己堆那的吧？人家外头要么裹石壳，要么裹土皮，我们普通人当然看不出来了。那得靠一双神眼，去辨别它们散发出的宝气，明白吗？我们采宝人不挖土，只下水和下井。下水呢是采珍珠玉石，下井就是采宝石。古书记载，宝石在井，上透碧空；珠在尘间，玉在郡。别讲那些灰色人听不懂的，告诉你吧，我们采宝的讲究的是练眼，靠着眼睛辨宝器、定方位，但这个法子太费眼睛了，所以练眼的人后半辈子都是半瞎子。我有个儿子，也就是红纱的二叔，他不肯练自家的本事，喜欢用自己的法子。前些日子去了桂地一带，说是去采宝。前2天我联系他，怎么样都联系不上。那电话是通的，就是没人接。查定位，就是在那一带。我心急啊，但是行动又不便，所以就请你带红纱去看看。桂地、高原湖一带，方便问一下具体位置在哪吗？合浦五竹村。这么巧。前方隧道被封，请绕路。
前方隧道被封，请绕路。余文三，前面的路好像不通啊。这种荒郊野岭导航出错是常有的事儿。你信我，这隧道出去10几20里就是五竹村，我可记得太清楚。导航是准的，这不可能啊！这过了隧道就是五竹村，从其他地方绕得分一整天呢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路给封了。哎，我行李。我是你保镖，又不是你生活助理。哦，对了，到了合浦之后怎么走，坐什么车，事儿办完了之后住哪儿，你都包好了吗？你都查好了吗？你爷爷说了，到那边吃穿用度全包，记得安排哦。刚才我叫你过去，那边跳舞呢，可热闹了。我知道这个，我给你看，来，老板，哎，您听说过这附近有个五竹村吗？啊，我知道呀，你要去啊？啊，以前呢还能从老隧道过去，现在啊隧道封了，过去就得绕远了。你们可以坐火车呀，火车到那边还有路走。那您知道他为什么好端端的隧道就封了呢？那边没人了呀，都空了。空了？啊。哦，我听说这五竹村它是个采珠村，世代采珠的，怎么会说空就空呢？真空了，都没珠子采了，都搬走了呗。没珠子采了？我听说那湖里边都是珍珠蚌，不该没珠子采了。兄弟，这事儿你不知道吧？说是有一年中秋节晚上，传说中的老蚌晒月真出现了，湖岸上全是珍珠蚌，结果也不知道被哪个混蛋小孩倒上汽油，一把火全给烧了。什么人啊，干这种缺德事儿？谁说不是啊？我听说啊，从那以后，这一带再也不产珠子了。听当地人讲呀，是得罪了水神，遭报应了。我倒是觉得这个万物皆有灵性，你说你拿火烧它，它肯定恨死这个地方，所以人家再也不来了呗，对吧？是呗。你说你去那儿干嘛？那儿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我听说了，那个村子现在还闹鬼呢。真的假的呀？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？哎，别说瘆得慌。哎呀，不是，来喝一个，来，喝酒来。来一个，不好一起吧。过敏。喂，二叔。喂，二叔，你听到我说话吗？喂。对不起，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醒醒，快醒醒，怎么了呀？哎呀，快起来！怎么了？
出事了！哎呀，这怎么一直打不通呢？你二叔之前失联了，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挺好的吗？说不定就是电话没电了呗。充上电会给你打电话的。不是他接了的，但他没说话，会出事了吧？那就是电话没电了，没说成呗。我那梦太可怕了，跟真的似的。人都说过了，什么梦都是反的，你别想了。快睡吧，太困了。保镖不好当啊！哎呀，困就你困。这样，人呢？这个地方会有车来接我们吗？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人家是专业的。还保镖呢，一点都不注意观察生活。这里，哎，不是吗？ Hello， 两位美女，哪位是严小姐？你的至尊享受啊！对，至尊享受。对啊，上车。来，扶好坐稳啊！马上就要出发了。哎，我还有这个。走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我家还在。这是你家。 不是说等上头出划分方案吗？怎么又安排人去守护啊？族长想得远，他怕邻村的来偷猪，他们偷了，咱们得到的就少，那样分到每家每户的自然也少。姜昭上学就会少一块橡皮，少一支铅笔，你说对不对？我走了。哎，你慢点。
我带着护身符呢，放心吧。这里美人，你要有什么心事、堵得慌的话，你就跟我说说。你知道，五洲村靠珍珠过日子，产出的水域就跟农田一样，也分肥瘦。有的产蚌多，有的产蚌少。谁都想分到产蚌多的那一片儿。就这事儿跟邻村在水域划分上起了冲突。本来大家说好的，等上面出个方案，可邻村那帮混蛋就是要偷偷来采蚌，让事态失控。这是我们的地盘，滚回你们的地方去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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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！滚！把他们都赶走！赶走！我爸就在这场混乱里面失足落水死了。可是采珠的人水性不是很好吗？是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这是突然掉水里抽筋了呢。人生总有意外，对吧？总之连尸体也没有找到。自那以后，我妈就变得整日恍恍惚惚，分不清现实和想象。各位，这就屏蔽了啊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介绍一下，岑春娇，这次的信息提供者。各位定金都已经付过了，等他讲完以后呢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付尾款。各位可以质疑他所说的真实性，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呢，我们按老规矩投票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如果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信息是值钱的、有用的，那么各位爽快的付钱。那就开始吧。这起桩鱼线杀人案的凶手叫刘树海，5年前就死了。几桩？5年前就死了？是的，5年前。当时我在济泉西郊客运站的一个旅馆里当服务员。就是那种特别低端的小旅馆，被褥也常年不换的，住的客人3教9流的，干什么都有。那天我值夜班，喂，前台吗？203，要喝点水。嗯，好。
刘先生，刘先生，进屋之后那场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刘先生，那个热水来了，我给您放这儿了。刘先生，我扶你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。59岁，李秀英，女；55岁，李亚青，女；23岁。他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说话？他杀了什么人？怎么杀的？他杀那个人为什么？而且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打报告一样，特别恐怖。他说了几件案子？2件，落马湖是第1件案子。第2件呢？老板，一件有一件的价钱，你也懂的。但是他就是杀人犯，而且用的就是鱼线。那后来呢？人、尸体都在，确实是死了，但是他的背上被人割走了一大块皮。报警吧！不是，这会经理已经报警。有人报警了吗？人皮是被割走的，你跑出去之后有人进来过啊？没有任何人进来啊！而且那个走廊是个死胡同，我就站在那里，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。那你凭什么说那块皮是被人割走的？因为那个伤口的边缘特别光滑，那肯定是人为的，而且是利器割的。利器割的？啊！我的个乖乖！哎，姐妹，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这些话，扯不扯呀？你要说这人死了，我们大伙儿还能相信一点。关键是一块死皮，谁要一块死皮干什么呢？就是给割了一块人皮，长辈少一张人皮，你去查他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们当时就报了警，而且走廊里看热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精彩，编得有鼻子有眼的啊，看得出来下了不少功夫。万老板，做生意要诚实，打听不到真消息不丢人，编瞎话骗钱，吃相就难看了。不是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编瞎话呀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没说这件事是假的。也许当时那小旅馆确实死了一个人，也许那死了的人被人割了人皮，但他跟22年前落马湖的案子没关系。刘树海也不是落马湖案的凶手。刘树海就是杀人犯。撒谎！我没有撒谎！你不买我的线索呀，王老板！我的线索是真的，你可以不买啊。王老板，我花钱是为了查落马湖的凶手。其他案子再诡异10倍，我也不感兴趣。
咱们都是买家，我要的是消息，只要真消息，假消息我1分钱也不会给。你们的意思呢？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罗哥，这个消息怎么说？付钱。好嘞。整件事情就是这样。今天来的我和一个姓马的都是代理，那人傻呵呵的，看不出什么。但是有一个叫李坦的，他一口咬定消息是假的。红叶，你觉得呢？据我了解，我也觉得岑春娇说的不太对。假的？合着我在这坐了半天，听他编了个故事啊。不过红姨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李教授呢是我的恩师，他家的事儿啊，我一直放在心上呢。不仅是通过万分火。哦，那咱们这钱付还是不付？照付吧。万先生这么多年去打听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好吧，红叶，人真好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托了别人。哦，你刚说那位李先生好像很了解当年的事儿，你去多接触一下他，看看他都知道些什么。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先挂了啊，红叶。还有余县杀人，你这个恶魔，去死吧！他明明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怎么可能没死？李先生，不好意思，2比1。满文火，能搞到真消息，我命都能给你。这钱你收着亏心，我花着不值。李先生，请留步。今天的参会者，我在巴蜀别院都订了房间，晚些时候还有资料要发放，您可记得一定要来拿。万老板，那我也先撤了，晚点回来。好，穆小姐请便。哎，罗哥，我要回车那儿。啊？为什么？照我说的做，往你的左手边走，右拐进商场。哎，罗哥，我现在已经到商场了。怎么说？继续往下走。继续往下走。你被跟踪了。我被跟踪了？快跑！好。案子几楼？5楼。有病吧？哎，办的怎么样了？这么长时间？
关老板有规矩，我知道，但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没必要认死理。摄像头是我放的，以后不会再用。还有，你的生意我没什么兴趣，请你以后也不要过来找我。懂，我都懂。哎，先生，这瓶酒咱们标价200。200，好嘞。亚青，你放心，他们都在糊弄你，我绝不会糊弄你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揪出来，揪出来。把钱包还我！站住！哎，回来！把钱包还给我！怎么事儿，曹哥？练架子、扎手，就他，别大意，咱俩一起上。钱包还我！哎，都2回了，咱俩跟拴上了似的。今儿这档子事儿和您没关系吧？不该您管的事儿您偏管，你懂规矩吗？啊！那什么，这东西先给你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真他妈不仗义！把钱包还我！在这儿呢，看看有没有少钱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，丢了就没了。姑娘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起来，道歉。哎，算了，他们是团伙，别跟他们纠缠，省得惹一身麻烦。哎，这位大哥一看就有经验啊，你得听劝。我那兄弟要真勾来人来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是。话留住算什么呀？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啊。但是一个女孩在外面还是少和这些地痞流氓瞎接触，容易吃亏。嗨，谁怕谁呀？易叔，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查落马湖这个案子？你呢？你这个年纪，案发的时候还没出生吧？你又为什么查呢？我呀，我是替我养母来的，她是李教授的学生，恩师一家出了这么惨的事儿，她一直放不下。难怪。因为他。他是谁啊？他叫李亚青。他怎么跟红姨这么像？他叫李亚青。
李教授的女儿李亚青。如果那天没出事儿，那一年我们就订婚了。20多年了，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丢了工作，弃了前程，追查了半辈子，还不是心里有坎儿过不去吗？李叔，你确定你那个朋友真的死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这件事情查清楚了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觉得，万一看错了呢？你当我瞎吗？不是。你觉得我连自己的爱人都认不出来？我当时还是警察，这种事儿我能搞错？凶案发生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。你知道我都看到了什么？现场惨不忍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甚至能在脑子里复原出亚青是怎么倒下的，怎么被拖动的，又怎么被铲进那该死的鱼线里。李叔，我累了，你慢慢喝。对了，你养母既然是李教授的学生，也算是沾顾，你告诉他，别信岑春娇的话。哎，为什么呀？2年前，凶手又犯案了，同样是鱼线，同样手段残忍。我跟他打过照面，只可惜我没看清他的脸，所以5年前死的刘树海肯定不是凶手。您回来了。哎，妹妹，你看我多乖，我都没敢挪窝。第几次了？我昨天你叫我妹妹了吗？这么年轻漂亮，叫别的不叫姥姥吗？看出来你是惯偷，报警完事儿。别，怎么能是惯偷呢？你这么想，我拢共就做了2票案，还全都折你手里了。我手这么潮，能是惯偷吗？我就是那个悬崖边上的孩子，你拉我一把我就回来，推我可真下去了。我师傅说了，人在江湖路自选，在一在二不在三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没有下次了啊！您放心，打死我也不敢了。谢谢。瞧你那德行！怎么着？准备跟踪报复啊？不能，我是看您身手怪利索的，心向往之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可以认识一下？没有。妹妹，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功夫啊！哎，这是我的偶像李港龙，他的片儿我全都瞧过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我遇见的会功夫的人，您还是头一个呢。这个，您这功夫还都使我身上了，是吧？这所谓不打不相识，在下曹延华。孔曹延华，军委陶江，名字这么来的？您瞧，您连我名字的典故都知道，真是文武双全啊！当然了，论拳脚和您比那是太微末，可我也会些个江湖手段啊，保不齐什么地方还就能帮着你。你就比如现在，我就能明确地告诉你，从茶座到这儿，是哪个色狼在盯你的梢。Follow me。
注意了，表现得自然点啊，朝我的斜后方看。水果摊儿，穿棕夹克那小子就是，错不了。刚才我被捆那儿的时候，有一无人机就嗡嗡嗡的飞，我还以为拍我呢，赶紧躲起来，没成想那飞机朝你去，那很明显了，先偷拍再跟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要是为了报复我，诓我骗我，妹妹，这话就伤人了。我前进北草野，就算要报复，也不能用这么不入流的手段。信我，那小子有鬼。今天的草莓挺新鲜啊。对，今天刚到的货。啊，要不给您来一盒？好。怎么支付？好，慢走。喂，喂，你干嘛跟踪我啊？我跟踪你？哦，你可能误会了。我朋友在这边住院，我过来看他，控制手气不太礼貌，所以就来买点水果。可能是碰巧，跟你走重路了吧？是吗？波姑娘，如果你只是想认识我的话，我叫罗任，这是我的号码，你可以随时打给我。就让他走了？看来这刘树海的生平挺有意思的。之前就是一普通人，说生于安和，为人一直本分，后来去了大通旅游，遭遇了交通事故，翻车进入了河中啊。昏迷了48个小时才抢救成功，为医学奇迹。出院后离家而去，半年后死在了济泉旅馆。哎呀，看来这大难不死，未必都有后福。这上面说，刘树海从来就没去过落马湖。他家人是这么说的。他后背果真少了一块皮啊！那姐妹没有胡扯呀。浪费时间。唉，那万老板，我也先撤了。穆小姐。嗯。这是霍小姐在我这备的另外一个案子，麻烦你转交给她。张光华，这人是谁啊？红衣，你看了吧？万叔说这些遗物是村民在大通的野河滩发现的，那一带常有山洪爆发，他应该是没逃过，遇上意外了。对了，李叔说凶手2年前又犯案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穆代，你帮我再去找李坦，了解下2年前的案子。哦，
那我先挂了。好的。难道老天不开眼，竟还让你活着？哎，那小子，在这儿截胡呢。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。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无暇。何人？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没可加。李叔，您去哪儿啊？无代姑娘，事儿结束了，晚上航班便宜，我准备走了。也是，我红姨也催我回去呢。本来以为这次能得到点线索，可又空跑一趟。20多年了，一直在空跑，每次都一样。不过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连那张照片都丢了。走了。李叔，您几点的航班啊？有事儿。我请您喝2杯。李叔，您能给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你
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商河，不过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20多年了，成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落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我正在楼道里抽烟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清家。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。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鱼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。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不知道，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。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
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跟凶手不是一伙的？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清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呀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，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寒碜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喂，红姨。木代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好几天不见你了，红姨都想你了。红姨，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？耳朵倒是挺尖。红姨，我这趟不辱使命，我从李叔那儿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李叔说凶手根本就没死2年前犯案的时候还和李叔交过手。没死？真的没死？对啊，没死不是挺正常的吗？红姨，你怎么了？红姨，红姨。哎，妹妹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回利息。回利息？别，你多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下次啊，我赶时间。下次你还回来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哎呀，红姨。哎呦，莫大呀！红姨，你睡好久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早就回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直晕，又被车蹭了一下，但没事儿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。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楼下看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这都喝半瓶了。跟你喝酒喝1整瓶又怎么样？这酒好贵的，你不吃亏吗？怎么会？哎，老公，老公。这儿呢。喝一碗还没跪够是吧？不是，他是让我看看。哎，
麦坎伦，好啊，改一个字儿就骗到手了。你死渣男，你不要脸！哎，说别，我对你是真的，我跟他真不是那，哎呀，老公，他跑了你不追呀？夏老板娘，你可别这么叫我，我担不起啊，我追，我追不了。开个玩笑，使使劲儿啊！我要帮你蒸了骨，我蒸过技术了哈。哎呦！夏老板娘，我是顶不住你这8年的功夫，我这手要断了！救我！救我！谁来救我？牡丹，牡丹，在这想恼什么呢？红姨，赶紧松开啊！你别总是欺负13000，我没欺负他。这张叔在外面忙活了半天了，你赶紧让他去帮帮忙。就是。去吧去吧，快去追吧！你上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哦。切，追得他个屁追！毒妇，别宽容，不跟你计较。张叔也是，毒妇我也不告诉你，真是的。你呀，别总跟13000过不去。看你，总叫人家13000，我连他的大名都忘了。我叫他13000，就是时刻提醒他，你帮他还了13000块的债，他得感恩戴德，他欠你。那也不是白欠的，13000块，他要在我酒吧打工1年呢，这样算下来挺合适的。打工1年，哎，您瞧着吧，这1年啊，得各种开店里的油水做小账。他这种人才不会做赔本买卖呢。哎，红姨，您不是睡下了吗？怎么又起来了？李老师家的案子啊，是压在我心口的一块石头。快跟我讲讲你打听到的事情，要不然红姨真的睡不着了。那个李坦在小商河看到的凶手，多大年纪？有多高？个子不高。好像这么高。不对呀，哪不对啊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不吃了，红姨，我都吃饱了。哎呀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哟，毒妇手，拆个包裹就那么开心啊啊！拆会计的快乐你不懂，我知道擦桌子快乐。哎，这快递单号呢？这能是快递吗？谁送的呀？匿名的，不会是爱慕者送的吧？是我早上看放门口没注意到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惜啊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这就是那个罗任，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，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，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岑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丽西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
弘毅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2岁都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。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住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谁呀？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。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当我吃素的呀？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大姐，我问一下，叫谁呢？方大海。对不住，帅哥，问一下，木代住这儿吗？木代，你找他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看看呀，你这咋了？还挂彩了？你是不是偷东西让人给逮着了？被打了吧？你瞧，你真冤死我了！我这才叫一言难尽。就跟我一块玩那几个孙子啊，太不规矩了，非要在医院里头出活，还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。那老头老太太，你说他那钱是什么钱？那钱是拿来救命的，偷人家那这丧良心啊！我赶紧给拦了，这帮人不干，还要揍我。我不信，你良心这么好？真事儿啊，我能惯上他们吗？直接就跟他们滚起来了，身大力不亏啊。就是滚的动静太大，把警察给招来。木代，这位就是你外地来的朋友。他叫曹延华，这我红姨。姨，你好。您好。那位是张叔。姨夫。啊？您好。不是，他是帮忙的。这13000。这见过。对。你的住处定了吗？他还没定呢吧？你是不是没定呢？没呢。这样吧，别费那个钱了。我记得13000房间是高地铺是吧？你那上铺是不是空着呢？老板娘，我来安排。咱们啊，聚散随缘酒吧，相逢即是缘。好话。刚我没听清楚，您是叫曹？我曹延华啊，我曹兄。听着他骂人。我三兄。对。曹兄，要是咱在那门口的地板上用黄金镶出一个豆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日进斗金。哎呦，就是这吉祥话。你们俩真的是，曹延华，你给我回来！木丹，曹先生远来是客，你得客气一点。看你那凶巴巴的样子。啊，
靠窗那桌刚进来的，赶紧给人家点单去。嗯。你教着点我，不好意思，我试试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，红姨，他是罗润。霍从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润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岸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厚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你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
这么喜欢。还要多久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。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。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。哪怕披荆斩棘，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。就算不烈火，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可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龙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，做学术拜访，我也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多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老小，他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。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，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
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骆小道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我说过，老人。不要让我出去！平平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李坦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！说什么？月清，终于抓住了！你说清楚！我死你的身里。我赶着送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伊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。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了，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李坦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是好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言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丹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衣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
我意识到我们在系同一鸭讲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他跟凶手打过交道，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火子后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是谁？张光华是我红衣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二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。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，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红姨。来啦！我这个，哎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哎，红姨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，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是你家啊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？
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，刘树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岑春娇没说。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牧区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又有狼群，这个事情就算在天灾头上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每起凶案的凶手，我始终觉得第1起案子不是刘树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树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青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，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同，柳树海也是在大同翻车落水的。他们2个都有一个时空交点，大同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刘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岑春娇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202房。岑春娇说刘树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。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抱歉。还记不记得，刘树海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？岑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刘树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。什么意思？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，接了下一棒。
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天庭。打扰一下，慢用啊！谢谢。妹妹回来了，你干嘛去了？办事儿。啊？你这么大木袋亲自办事？不是？你看人唐僧，妖精不用他打，斋饭不用他画，连担子都不用他挑，就因为他手底下有仨好徒弟。您甭仨，哪怕培养出一个死心塌地的徒弟，你省多大心？你就是想拜师学东西吧？我行吗？哎呦，没戏！我上头有师傅，我收徒弟的事儿得他认可你。哦。哎，妹妹，那这么的，回头您给引荐引荐，是不是？我拎个点心匣子去，我这也算带艺投食。有点道理哈，但我师傅最恨当过贼的人了。我那大师兄你知道吧？大师兄，哎呦，当年他一时糊涂做了错的事儿，那个偷了人家东西还是怎么着？那让我师傅给收拾的，哎呦，家法伺候，现在还没好呢，手腿都断了。啊，像你这样劣迹斑斑的呀，真想多了。好好干活吧啊！气性也太大了。曹兄，这聪明人得看清形势。那武学是走向示威的，你就算练成了绝世高手，我一颗子弹过来，你也得谁练成了为了跟人玩命啊？瞧着床上那张纸儿，识字吗？第4步，我要成为巨星。哎呦，你还成为巨星呢？你第1步就迈错了，你不有前科吗？你成了也是塌房艺人。你扶我一把，扶我！不是你这还练啥呀？啊！不要随便评价别人的梦想。哎呦，你还有梦想呢？行，那我也有梦想呢。快问我什么梦想？我的梦想呢，就是有一位颜值过硬、温柔可人的富婆从天而降。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这许我一世安稳，免我半世流离。吃软饭呗。不是曹兄，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那么的俗呢？只是多了些许金钱的元素而已。所以这才是梦想嘛。这梦一梦，想一想就行了。再说一句啊，曹兄，你有地儿睡，有饭吃，将就着活吧。不是三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灰呀？你年纪轻轻的，眼睛里就失去色彩。我可不能跟你一样，就怕白天没什么事儿。明儿啊，我再出去打一份工，哪么扛大包呢？凭自己力气吃饭不丢人。我得让木袋对我刮目相看。呦！啊，对了，哥们儿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我这第4步要真成了，别去举报我啊。
要弄清真相，还是要从弘毅入手。还没睡。 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割皮的人应该就是终极大 BOSS 了。这人会是张光华吗？罗文淼那次也就算了，刘硕还死的时候，岑春娇就在走廊里，那么短的时间，他能做到进屋、割皮、逃走，不留任何痕迹，太可怕了。 这哪像人能做出来的？又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李坦，气死人了！啊，他呀，他怎么惹到你了？你说那个李亚青。 他充其量就是李坦的女朋友呗，人为了他都搭进半辈子了，工作也丢了，开个小卖部维持生活。他居然跟我说他要把那个小卖部给盘掉，凑钱继续找凶手。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？还到李亚青坟前说：“我发誓，我一定要给你个交代。”这不搞笑呢吗？别人眼里他就是笑话。 让别人都笑话他，你过分了啊！弘毅怎么教你的？要有同理心，那是别人的不幸，你怎么可以在背后这么议论他呢？对不起啊，弘毅，我是不该这么讲李硕，但我心里有个疑问。弘毅，你还记得那个罗刃吗？他叔叔、他妹妹，一死一疯，他自己都是个受害者。你是说？ 罗刃也是受害者，而且杀他叔叔的凶手跟20年前的凶手有关系。嗯，所以找到落马湖的凶手特别重要。弘毅，我都看得出来你知道一些事情吧？可不可以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，把能讲的讲出来？布袋，你想多了。弘毅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犯得着让那个万夫火去打听干什么？行了，你别问了。 娉婷又严重了，不能再等了。莫代，可以给我李坦的联系方式吗？ 喂，我听说李坦来利息了。嗯，我现在就去见他。那你怎么没有跟他电话说清楚啊？李坦性格冲动，这么复杂的事情还是面聊比较合适。你也知道他性格冲动，我是怕你们俩还没聊上，你就被他打死了。我战斗力这么差吗？总之你们见了面先讲清楚，免得误会。哎。 我要不是答应弘毅陪他来庙里，我就跟你一起去了。放心吧，
聊几句而已，不会出事的。先挂了，再联系。这不过河拆桥吗？也不回信息。木代，红姨，你可算聊完了。喝酒啦？林叔，你怎么满头大汗的？我找着凶手了，老子死了这个，但是我找到了小的，我这也算整屏幕了。罗刃，不是李叔，李叔你搞错了。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罗刃家。走，啊，快走。别过来！木代，你出去，快出去！李叔，你别这事儿跟罗刃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亲眼看他叔叔杀的人，他就是帮凶，居然骗我说他叔叔被人控制了，我呸！我是3岁小孩吗？啊，眼见为实。李叔，任何借口都没有。你先把打火机放下，杀人是有罪的。我连命都豁出去了，22年了，22年了，我终于可以给雅青一个交代了。李谈，是我，李谈。雅青。雅青，是我。不对，你不是，你是李雅青的双胞胎妹妹。你们都想骗我！我就是雅青，我就是李雅青，我是。不是雅青，我是。你不是李雅青，我是李雅青，我就是你忘记了？你忘了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在你单位附近的川菜馆，你点了一个西红柿蛋挞，那个鸡蛋是完整的。我说不应该这样，蛋花应该是打散的，但是你说川菜就应该这么做，你忘了吗？你还说你不能喝酒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我真的就是李雅青。雅青，李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